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文，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，今天是第7期。1985年10月份 NES 美版主机发布后，任天堂开始在北美市场销售主机，有了之前2年多日版游戏阵容的积累。美版主机开售当天安排了17款护航作品，超级马里奥兄弟也作为豪华版主机的捆绑游戏发售。强大优质的游戏阵容想不火都难。到了11月份，随着年底圣诞节临近，一方面主机销售势头持续升温，另一方面各家厂商也在加紧推出游戏。接下来就一起看看85年11月份的这些游戏。筋肉人摔跤大赛，万代公司在 FC 上推出的首款游戏，由东兴软件开发。这是一款漫改游戏，很符合万代的风格，来自当时在日本很火的漫画《筋肉人》。由于这部漫画在欧美并不知名，4年发售美版时并没有以漫画作为游戏背景，而且美版游戏的音乐也和日版不同，现在的背景音乐就是日版。这是一款动作格斗类的游戏，主题是在擂台上进行摔跤格斗大赛。开始游戏时要从8个人物角色中选择2名组队，进行2v2比赛。单人游玩时和电脑对战，也可以2人对战。作为一个类似 WWE 摔跤类型的游戏，虽然早期技术有限，画面和动作都十分简陋，但玩法抓住了摔跤项目的特点，操作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儿。画面上方显示双方的体力值，对手体力耗尽获胜，自己跳跃时也会消耗体力，可以和台下的队友交换来恢复体力值。除了普通的出拳攻击、跳跃、飞踢，还有一些摔跤比赛中经典的动作，如推搡对手、背摔，自己利用绳索反弹、飞身攻击，将对手推上绳索，使出晾衣绳攻击。擂台也有3种类型，普通擂台没有附加效果，冰擂台地面很滑，可以利用滑行做动作，电擂台周围的绳索带电，触碰就会短暂麻痹，损失体力。游戏里最经典的是场边有时候会出现一名名为肉君的家伙，偶尔扔出一个生命球，抢到后不仅全身闪光可以恢复体力，移动速度增加，同时还能使出必杀终结技。可以说生命球是取胜的关键，抢到后瞬间压倒对手。每个角色的必杀技都不一样，一旦命中就能造成巨大的伤害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日版和美版的人物略有区别。主角筋肉人美版里叫做肌肉男，日版里的小布罗肯就是这个戴帽子的家伙。小时候玩这个游戏，他是高人气角色，因为必杀技是用毒气攻击，可以远程命中，也不用太多技巧。在美版里换成了名为 Geronimo 的角色，造型变了，招式虽然还是远程攻击，但毒气变成了扔斧头。这款作品用有限的卡带容量做出了很有趣的摔跤游戏，即使没有看过漫画，也不影响代入感。这一点和万代公司现在的很多漫改游戏完全不同。但如果作为格斗游戏的标准去要求它，缺点就是完全没有平衡性。游戏的关键成了抢生命球，谁抢到8成就赢了。尽管如此，小朋友们还是表示玩得很开心。个人评价4颗星。红金特工队，泰东公司发行的著名飞行射击游戏，由当时的 Home Data 开发。这家公司现在的名字叫魔法株式会社。游戏按原名直接翻译叫做天空毁灭者，但红金特工队这个名字在国内接受度更高。最早是85年的街机版，同年移植到 FC 平台，只有日版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题材的原因不发行美版。这是一款伪 3D 的飞行射击游戏，采用追尾的伪 3D 视角，和上期介绍的宇宙大射击类似，但这款作品对伪 3D 的运用显得更加成熟。玩家驾驶的是零式战斗机，有2种攻击方式，发射机枪和鱼雷，分别消灭敌方的空中和海上武装力量。由白天到黄昏，再到夜晚，再到白天，消灭敌方的海上要塞即为完成任务。消灭后会进入奖励阶段，完成后通过此场景。往后按这种模式循环，逐渐变难。敌方在空中的主要敌人是 F6F 地狱猫战斗机，有蓝色和红色2种。远距离击落敌机会下坠，近距离击中直接爆炸，得分也不相同。有时候会出现 B-24 重型轰炸机，击破它的机翼上4个螺旋桨，消灭它。
轰炸机爆炸时，场景中敌机全灭；而在海上，敌人除了 BOSS 海上要塞之外，还有航空母舰、快速战舰和潜水艇。另外还有几种隐藏敌人，连续击落2架轰炸机会出现卫星海鸥，击中获得15000分；消灭快速战舰后会出现飞空艇，击中获得10000分；夜间击沉航母后会出现幽灵船，击中可以得到100000分。关于第3个隐藏的幽灵船，出现条件极为苛刻，曾经一度只是传说，只听说没有见过。要在夜间航母出现前瞬间发射鱼雷，航母刚好出现时命中，所以完全要靠运气，等于摸彩票中大奖。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段日本玩家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视频片段。どうだどうだ今度こそ出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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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い船出たついに出た。该作有一定的难度，主要来自于伪 3D 视角时瞄准敌人和闪避子弹的问题，需要多练习才能适应。游戏整体的框架都很优秀，但也有着早期街机游戏的共同问题，流程太短，到后面重复内容显得比较单调。个人评价4颗星。忍者查查丸，杰里可开发的忍者军系列第2款作品。第4期节目中介绍过忍者军魔城的冒险，这部作品是他的外传。不同的是，本作是基于 FC 平台开发的原生作品，而非移植游戏。FC 上只有日版，但后来移植到其他平台有欧版，在欧版里被定义成了续作，所以游戏也叫做忍者2。从游戏名字可以看出，主角叫查查丸。日版的设定中，他是前作中忍者军的弟弟。外形上唯一的不同是查查丸脸上多了一颗痣，从海盗头子鲶鱼手中拯救萨库拉小樱公主。游戏系统基本继承了前作的玩法，发射手里剑攻击，可以跳跃撞击敌人使其昏迷，并在前作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元素。美观场景变成4层，消灭全部敌人过关，打败头目鲶鱼即为通关一轮。击败敌人后，对方会掉落魂魄，拿取获得额外的分数。每层特殊颜色的砖块可以用头敲碎，有时会出现额外的道具，都可以强化能力。矿车增加移动速度，药水可以隐形，红色手里剑增加射程，赤玉增加速度，小忍者可以奖命，还有金币、银币作为额外的奖励分数。也有的道具可能是敌人放置的炸弹陷阱。另外，收集到3种不同道具时，可以召唤青蛙，此时变成无敌状态，敌人全被麻痹，无法移动，威力强大。收集小樱公主扔下来的3个樱花花瓣，可以进入奖励阶段。这座的敌人种类也很丰富，包括 BOSS 在内，一共有10种敌人，攻击方法各异。当时间快用完时， BOSS 鲶鱼会从上方扔炸弹来攻击。这款作品上市后很受欢迎，在日本销量超过了100万。这次成功也让杰里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红白机游戏的开发当中，后来产出了不少作品。游戏的内容比前作更加丰富，但整体的提升还是不大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超音速机车，游戏的中文名字翻译有好几种，但都相差不大。原名直译过来叫做马赫骑士，是任天堂继 F1 赛车和越野摩托后的第3款赛车竞速游戏。和 F1 赛车一样，都是 HAL 工作室开发，因此这款作品也有很多类似的设计，如追尾的伪 3D 视角、机车的操作逻辑、转向时的手感等等。游戏有日美欧3个版本，日版可以保存自定义内容，但需要用到专有的数据保存外设。游戏有一个近未来的故事背景设定，在2112年，地球被邪恶势力驾驶着名为 Cold Runners 的车辆入侵，玩家控制的马赫骑士，一辆高性能超级摩托车，从一个区域穿梭到另一个区域，寻找幸存者并消灭路上的敌人。操作方法按 A 键加速，左右方向键转向，上下方向键换挡，有4个档位切换，显示在画面的上方。右上方有一个小屏幕是摩托车的后视镜，用它观察后方的敌人。该作的一大特色是行驶途中按 B 键可以发射子弹摧毁敌方车辆，
还可以通过把敌方车辆挤到两边的障碍上摧毁，这样获得的分数会更高。游戏有4种模式，第一种战斗模式也是主线故事，画面上方显示剩余能量为生命值，消耗完之前跑完里程即可过关，里程显示在画面的左上方。通过20关为通关1轮，每关之前都可以选择 A、B 2种路线，所以总共有40条不同的路线。第二种模式是耐力赛，要在一定的时间限制内到达一定的里程数即可过关，其他的内容和第一种模式相同。第3种模式单人赛与耐力赛相同，但是路上没有敌人。第4种模式编辑模式可以编辑关卡，和之前的游戏越野摩托类似，日版通过数据保存外设保存关卡内容。这款游戏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任天堂 F1 赛车和越野摩托的缝合体，还加入了一些科幻风格。游戏整体的素质不错，属于任天堂早期游戏的平均水平，个人评价4颗星。猫咪小镇这款游戏是由玻璃佳音公司发行的，对只爱玩游戏的宅男来说可能不熟悉这家公司，那是因为它的主要业务是音像出版。公司旗下有多位曾经当红或正当红的艺人，以日本本土的歌手和声优为主，还有国内大家都熟悉的某亚洲舞王、某伦、某海等都曾在它的旗下。游戏在一个俯视角的街区场景内，玩家控制猫妈妈 Milky， 他要找到走丢的小猫 Michael 并把它带回家，沿途会遇到恶狗、汽车的阻碍，有时候还会出现拿着菜刀的鱼贩子。用方向键控制猫妈妈转向， A 键跳跃， B 键可以打开井盖，可以让敌人掉入井里。画面上有时候会出现鱼，如果拿到就可以免疫一次狗狗的攻击，还可以加速，也可以使狗狗昏迷，但这会招来鱼贩子的追逐，所以是否拿取还需要谨慎考虑。有时候画面上会出现奖励道具，如连衣裙、高跟鞋、钱袋等等，可以获得额外的分数。一共有8个关卡，通关后场景开始循环重复。这款作品整体画风是卡通童话的风格，更偏向儿童群体的设定。游戏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优点，但作为一家音像出版为主的公司，游戏的音乐如此的差劲，让我对它的评价又降了一级。个人评价1颗星。吃豆人乐园最初于1984年在街机平台发布，吃豆人是南梦宫的招牌角色之一，但这款游戏的吃豆人角色形象和最初不同，它改编自1983年美国的卡通连续剧。街机原版的作品影响很广，作为一款横版动作游戏，有很多开创性的元素。玩家控制的吃豆人要将迷路的仙女送回仙境的家，她藏在吃豆人的帽子里，在限制时间内到达终点。路上通过跑跳越过不同的障碍，躲避鬼魂们的攻击。游戏中的鬼魂角色也都来自于原版的4种颜色，还有一个紫色鬼魂来自女版吃豆人，他们会驾驶飞机、巴士、汽车、弹簧高跷甚至 UFO 等载具来攻击，有时还会从空中扔下微型的小鬼魂。和原版吃豆人游戏设定一样，游戏里有能量豆，施下能量豆，敌人会暂时变成蓝色，可以趁机将其消灭。这款游戏在很多地方和超级马里奥兄弟有着类似的玩法设计，但它并不是模仿马里奥游戏，相反是后者借鉴了这款游戏里很多好的想法。因为街机版的吃豆人乐园发布的时间要更早，游戏也有8大关，被称为8次旅程，每次旅程分为4个部分，前3部分是从左到右护送仙女，第4部分从右往左，吃豆人回到自己的家里。在这个部分，仙女会送给吃豆人魔法鞋，可以在空中连续多段跳跃，连点方向键可以加速奔跑，跳跃时在空中可以通过方向键操作位置，沿途可以获得很多水果，还有非常丰富的隐藏内容，如推动某些特定的障碍物会出现奖励，各种花朵或是气球，有时满足特定的条件会有特殊道具，让角色拥有特殊能力。种种这些设计都被后来超级马里奥兄弟采用。如果这部作品在红白机上能早于马里奥发售，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。虽然它开创了很多新的元素，但相比之下各方面都要逊色一些，整体画面很一般，动作引擎相对落后，虽然也是8×4的横版关卡设计，但在场景搭建上要差了不少，背景素材也比较简陋。虽然美观设计不同，但差异性并不明显，
不像马里奥的不同关卡都有鲜明的特征，隐藏要素的趣味性也差了一点。个人评价4颗星。博青歌这款游戏由当时的东芝 EMI 推出，后更名为 EMI 日本音乐，现在属于日本环球音乐旗下，从事唱片业务。这是红白机上的第一款博青歌游戏。博青歌本质上作为一款赌博性质的弹珠机器，在日本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特殊地位，造成了在各种主机上出现大量的这类游戏。这款古老的博青歌游戏画面十分简陋，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玩法和主题，基于标准的弹珠机器的规则，经典机器的游戏界面。游戏有 A、B 两种模式，代表两种机器类型。A 为羽毛型， B 为数字弹珠型。我一直认为这类游戏的出现，一方面有市场需求，卖游戏厂商可以赚钱，同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。有些上瘾的人想要戒掉，心里痒痒的时候拿游戏来玩一下，毕竟玩游戏输赢都不会真的和钱挂钩，同时还防止了一部分未成年人非法参与赌博。游戏发售时包装上还明确标明未成年人可以购买。像这种出现在主机上的博青歌类赌博游戏，国内感兴趣的人应该不多。个人评价1颗星。汉堡时间，这是一款由 Data East 开发的游戏，最早是1982年的街机版，移植到红白机后，日版由南梦宫代理发行，美版由 Data East 自己发行。玩家控制的人物是一名厨师，名字叫做彼得·佩伯，在场景里的平台和梯子之间移动，将每一数列分散的汉堡包食材合在一起，包括面包、肉饼、生菜和番茄，全部做成完整的汉堡就能过关。敌人是一些会走路的热狗、煎蛋还有泡菜，他们会妨碍彼得做汉堡。厨师可以用手里的胡椒粉喷洒烟雾，让敌人短暂眩晕，但有次数限制。胡椒的剩余数量显示在画面的右上方，用一个有字母 P 的瓶子表示。还可以通过让汉堡食材落下来把敌人压碎，不过过一会儿他们又会重新出现。每关一定时间内会出现冰激凌或咖啡等道具，拿取获得额外的分数。游戏共有6关，全部通过开始重复循环。这部作品玩起来有一定的难度，每关的敌人数量有些多，而且追得都很紧，但玩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发现他们有一定的移动规律。游戏放在 FC 上整体都显得比较粗糙，除了香肠走路时不停扭动的姿势显得很鬼畜，让人印象很深，其他的没有什么亮点。但让人意外的是，这个游戏作为一个系列，几十年都持续有续作问世。2003年 Data East 破产后， Gmod 公司买下了它的知识产权。最近一部该系列的作品是2024年发行的。游戏的个人评价2颗星。农夫忍者直接翻译过来叫做一葵 ，Sunsoft 公司1985年的街机游戏，红白机上只有日版。一葵在日语里的意思是暴动起义，所以街机版游戏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发行，名为农民叛乱。游戏的背景设定在日本的江户时代，贫穷吃不饱饭的农民发动叛乱，对抗他们的领主。他们的目标是在每个关卡内找齐8个钱币过关。FC 版有4个不同的场景关卡，从村里的农田逐步进攻到领主的宅子里。在第4关，如果抓住领主，也可以直接过关。通关后，场景开始重复。农夫的武器是割麦子的镰刀，用发射回旋镖的方式攻击，也可以拿起地上的竹子当枪使，但此时不能再扔镰刀。敌人是领主派出来的忍者队伍，有普通的黑色忍者，还有红衣忍者，移动速度会更快。有时候会出现地主婆，一旦被他缠上，玩家控制的人物就不能移动。通过1轮后，从第2轮开始会出现不同造型的妖怪，如果被妖怪上身一段时间无法攻击，可以从场景里获得道具加强能力，萝卜增加移动速度，拿到叶子会出现影分身，卷轴可以奖命。有时候在地藏菩萨旁边会出现一团烟雾，拿到烟雾过关后会进入奖励关卡。在奖励关里有一个仙人扔出10个饭团，
扔出饭团的角度有很大的随机性，能不能全部拿到得看运气。这个扔饭团的设计后来也成为 Sunsoft 游戏的特色，作为彩蛋被用到很多其他的游戏当中。游戏在日本的销量还不错，卖出70万份，但街机版在其他国家评价都不高，也没什么人气，最终也没有发行 NES 版本。可能是日式的背景设定、角色设计等欧美玩家都没有太大的兴趣，相比之下国内接受度会更高一些。这款作品的玩法后来被其他游戏借鉴仿效，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港口镇连续杀人事件，这是艾尼克斯发行的一款侦探冒险类游戏，最早发布在计算机平台，后由春软开发移植到 FC 平台。游戏的设计师是枯井雄二，玩家扮演一名刑警，负责调查一起位于神户的杀人事件，与他的搭档下属一起逐步了解案情，找寻线索。类似很多日本的侦探悬疑小说，故事多次起伏转折，在调查过程中又发生了2起杀人案件。经过层层抽丝剥茧后，最终确定凶手正是配合主角调查的搭档下属。这款作品的整体玩法框架和现在同类型的游戏差不多，只是因为早期机能较差，画面音效表现力比较欠缺，文本量和游戏长度和现在的也不能相比。游戏没有音乐，只有简单的音效，整个情节通过静态图片结合文字来表达。通过菜单的行动指令选择推进故事，人物对话有分支选项。当时就采用了类似开放的非线性玩法，可以来回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，通过不同的方式达到最终结局。游戏中还有一部可以手动拨打号码的电话，用于联系多个非玩家角色，也有物品收集系统，以便检查证据。在调查过程中，有段场景会来到一个 3D 地下迷宫，这一部分有些类似巫术这种老式 RPG 游戏的玩法。本作的剧本还是很不错的，拿到柯南动画片里也可以单独做成一集。这类游戏在当时还相对小众，但在日本也卖出了超过60万份。FC 卡带容量是一大硬伤，没有音乐，音效也阉割得非常厉害，少了重要的烘托氛围。静态图片也是为了辅助文字表达，代入感和现在的游戏比起来肯定要相差很远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空手道这部作品最初发售在 Apple II 平台，由 Bloodbound 兄弟会公司发行，后来被移植到各大电脑和主机平台。游戏的设计者是美国设计师乔丹·梅克纳，也是波斯王子的开发者。这是一款横向卷轴的格斗游戏，玩家控制一名空手道选手，要与恶魔和他的手下战斗，夺回他的未婚妻。有拳和腿2种攻击，又分上、中、下3段。两者结合，共6种不同的攻击方式，可以连续按键使出3连击，而后面的敌人可以用出4连击。如果双方同时发起相同的攻击，则会互相抵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双方都不会受到伤害。战斗以1v1的模式进行，打败一个敌人后，前进一段距离碰到第2个敌人。体力值显示在画面上方，如果消耗可以以特定的姿势恢复，但越往后体力值的上限越低。游戏里有一个鞠躬的设定，开始战斗前按键鞠躬，敌方也会鞠躬。如果不执行整个动作直接开打，就是不讲武德，敌人就会被设定成极难模式。游戏的场景从海边的室外向前推进，打败几个对手后进入道场，继续战斗几轮，再进入下一个首领房间，再次进行3轮战斗。完成后会面对 BOSS 恶魔养的老鹰，需要在这里消灭它。这只老鹰在前面偶尔也会出现，之前如果被袭击会直接挂掉，另外在开始地点后退或掉入陷阱也会直接挂掉。干掉老鹰后进入 BOSS 房间，打败恶魔，救出未婚妻。游戏的玩法设计的手感都很独特，和科乐美的功夫一样，被认为是早期最有影响力的格斗游戏之一。电脑原版发售的游戏评价不错，但作为 FC 上的游戏，媒体评价不高，画面显得比较简陋，玩法也相对单调。而且人物一身白衣服又没有脸的设定让我难以接受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
月宫桌球这款游戏由 Compile 公司开发的，这家公司最有名的代表作是早期的 Puyo Puyo。1998年公司重组，Puyo Puyo 的游戏版权卖给了世嘉。红白机上的日版由波音佳利发行，美版由媒体公司富士产经国际发行。虽然这是一款台球游戏，但它并没有去追求模拟真实台球的操作，而是不走寻常路，将背景设定在太空中。母球代表月亮，击打带有编号的球代表其他的行星。最大的特色是游戏没有采用常规的台球桌面，美观都是一个特制的虚拟桌面，形状设计多种多样，三角形、正方形甚至 Z 字形。美观将目标球全部打入袋中过关。这里的球袋代表了太空的黑洞。画面右上方蓝色圆球为生命值，连续3次没有球入袋，损失1条生命；母球落袋直接损失1条生命。右上方红球的数量显示击球力度，方向键调整出球角度，没有其他更复杂的操作。有一个得分率的设置，一开始为1，连续击球入袋得分率会增加，获得满分可以额外增加1条生命，每过一关也会增加1条生命。游戏一共有60关，也就是60个不同的台球桌。另一大特色是可以改变摩擦系数，从0到255范围内调整，初始设定值为32，数值越小球越难停下来，可以用这种方法间接调整游戏的难度。当时的媒体对这款作品评价一般，游戏玩起来的乐趣主要来自于不同的关卡创意，当每个关卡都看过一遍之后，新鲜感就会大大降低，通关后反复游玩性不高，而且当年应该绝大部分人要通关都是3分技术7分运气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星空战机。南梦宫作为最早加入红白机游戏开发的3方厂商，到了这个阶段发布的游戏数量在3方公司里是最多的。这是他们的第12款游戏，但这是他们首款针对红白机原创开发的作品。这部作品又是一款伪 3D 的飞行射击类，但与之前这类作品不同的是，它没有采用追尾视角，而是用第一人称视角，模拟玩家坐在驾驶舱内。游戏主题是在宇宙中控制飞船星光盖亚，阻止敌方舰队巴图拉的入侵。玩法在当时看来非常独特，飞船左下方显示能量值和护盾值，画面下方是雷达，雷达上显示 E 为敌方的中队， B 代表了我方基地。玩家行动的同时，敌方中队在地图上会实时移动，有些战略游戏的元素，控制飞船空间跳跃来到雷达上的敌方位置，进入战斗场景，雷达上的白点显示敌机位置，消灭雷达上所有的敌人后，大地图上的 E 就会消失。玩家的飞船被击中会消耗护盾值，飞船行动时消耗能量，可以回到基地补充能量。游戏有3种模式，第一种训练模式，针对初级玩家，消灭4个敌方中队完成任务。第二种命令模式，要消灭敌方6个中队，其中有一个紫色中队较难，同时要保护基地不被入侵，针对中级玩家。第3种冒险模式，有10个敌方中队，较难的紫色中队有好几个，阻止敌人入侵的同时收集7把钥匙。这种模式针对高级玩家。每次选择模式开始游戏时，大地图场景上的特征都是随机生成的。除了前面介绍的内容，还有一些更细节的设定，特别是在冒险模式中，并不是简单消灭全部敌人就能过关，这也导致了游戏的设计在当时显得过于复杂，很难上手。媒体评价不高，面对早期儿童和青少年为主的家用机市场，游戏的销量也不好。但随着时间的发展，这部作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游戏媒体认可，后来很多设计被借鉴到了星际火狐当中，所以这是一款理念过于超前的游戏，出现的太早，就像没有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因为85年12月份的游戏很多，为了平衡节目的长度，拿了几个游戏到这期的内容里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觉得不错，还请3连支持。有好的建议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咱们下期再见。